所有人的目光锁定到了河池 VR 的身上，希望他能够给网上无休无止的争吵画上一个句号。相信 KOL 的人觉得，就是出现了这么一位大神级别的人物，大家为什么老是要去怀疑呢？一定是吴志辉 KOL 两个人为了炒热度或者骗枪，炮制出来的又一个云南王陈露事件。KOL 最大的优点呢是从来胜不骄败不馁，嘴巴也很严，不像河池那么嘚瑟，净说大实话。所以吴志辉一直以来都和 KOL 暗地保持一种独特的合作关系。这里要先给大家爆一个料啊，吴志辉其实一直挺喜欢 KOL 的，从最早败给 KOL 2次，到后来反败为胜，然后天天深夜搞基，这些经历对于后来吴志辉战胜秦红、大白兔、陈文俊以及东北高手，绝对是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。从 KOL 那里试探秦红和陈文俊的实力，为开枪做准备，也曾一起一唱一和的利用云南王世界戏耍河池 VR。可以这么说 ，KOL 就像是吴志辉的神秘替身，合作完成对一些人的镇压。当然，两人也算是相互成就吧。KOL 也通过吴志辉呢，一直保持最接近拳皇第一人的实力，当然也延续了代打的作风，这个算是 KOL 唯一的黑点吧。回到故事啊，终于这一天，河池在大家的敦促下联系了 KOL， 确定在当晚吴志辉和 KOL 比赛结束后进行对决。这是一场验明身份的对决，到底是演戏还是新皇登基？通过河池的对战来判断，应该是比较靠谱的。很快，吴志辉和 KOL 开打了，他们两人的对决从来不拖泥带水，说干就干。高手对决果然是不一样。首先，吴志辉和 KOL 的对战还是老样子，总是找不到好的办法来应付，比如 KOL 8神的无敌飞毛腿，二发的弹簧珠，大门的薄面必杀，都把吴志辉打的是苦不堪言。最后的结局依然是 KOL 小比分胜出。这时重头戏来了，河池 VR 上场，他看见吴志辉输了，还专门给吴志辉带了一句话：“亲爱的老公，老婆来帮你报仇了。”因为就河池看来，刚才和 KOL 的对战，吴志辉很多招式和思路都是没有逻辑的，稍加调整完全可以打爆 KOL。要么是吴志辉故意放水，要么就是 KOL 打法克制。但是如果他河池自己上场，肯定是可以避免那些吴志辉犯的错误，战胜 KOL 的。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对于战胜 KOL 是非常自信的。其实他的自信还基于一个原因，就是在之前 KOL 曾经和他交过手，不过当时 KOL 很久没有玩游戏了，而河池正处于上升阶段，所以比较轻松地战胜了 KOL。但是这一次两人一上手，河池就感觉有些不一样了。河池确实打得非常灵动， KOL 的很多招式也非常有想象力，两人打起来非常好看，观赏度比吴志辉和 KOL 这两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对战不知不觉来到了尾声。河池的打法虽然华丽又实用，但是在 KOL 稳健扎实的打法面前，就像是灵活的孙悟空，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。河池稳稳地败下阵来。战斗结束后，大家都期待河池的评价，但是河池居然来了一句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奇葩评价：下次商业演出别找我了，没空。扔下这么一句话，河池就跑掉了，没有任何解释。正当大家都觉得河池不靠谱的时候，有人又想到了一个绝佳的试金石，就是吴志辉口中一直和他五五开的陈文俊。两人实力非常接近，并称绝代双骄的存在。如果陈文俊愿意和 KOL 对决一下，那肯定能很好的检验吴志辉和 KOL 是否存在演戏了。所以有人立马就去联系了陈文俊。陈文俊表示，虽然不太擅长网战的节奏，但愿意会一会 KOL。上次两人的交战还要追溯到2年前的萧山比赛了。当时的决赛上，陈文俊最终10比6战胜了 KOL。当时他对 KOL 的评价是：实力绝顶，但是在逆境的情况下容易崩盘，一泻千里。因为当时两人的对战就是前面咬得很紧，0一分为分的交替上升，但是后面陈文俊找到 KOL 的弱点后，一击即中，后面连续胜利战胜了 KOL。这次陈文俊和 KOL 的网战也是看点十足，众多的观众挤爆了网络，好多次都被挤出了直播间。陈文俊因为没有自己的网络 ID， 借着其他上海玩家的 ID 登场了。两人多年不见，再一次在网站相遇。果然陈文俊非常沉稳，
预读也很精准，很快就在第一局战胜了 KYO。不过 KYO 也不是吃素的，现在的我难道还是当年一个人去萧山比赛的那个 KYO 吗？当然不是了，稳稳的 KYO 拿下了第2局，而且两人的打法风格各异，颇有看点。大家正在期待后面的对局的时候，上海那边传来了消息，陈文俊那边的网络有问题，打不了了。当时所有玩家的内心 OS 应该是：我去，裤子都脱了，结果来个打不了。吴志辉对身边的朋友说 ：“KYO 只是在网站上战胜我，街机上他依然不是我的对手。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在当时的拳皇97界，衡量一个高手的绝对标尺仍然是街机。然而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吴志辉有开枪的赞助 ，KYO 还没有啊。如果到时候开枪输了 ，KYO 的钱谁来给呢？毕竟当时主流的观点还是认为，在街机上真刀真枪的干起来，吴志辉的赢面更大。由于担心 KYO 找不到赞助，吴志辉这边提出了抢20让3的条件。虽然当年 KYO 拥有网上的绝对优势，但主流的玩家还是认为吴志辉的硬实力在 KYO 之上，至少街机上是这样的。然而反观 KYO 这边是怎么反应的呢？开枪，好的。要赞助吧？好，我找。在杭州开，没问题。开枪金额1万，可以。2万，没问题。3万，开。5万，干。虽然 KYO 平时低调，但是面对事情绝对不怂。你要怎么玩就奉陪到底。麻烦开枪这几个字绝对吓不到 KYO 他们这一群人。现在开枪的金额、地点、具体时间基本上都敲定了，大家都等着看好戏了。而 KYO 这边非常认真的对待，甚至做了一个拳皇历史上没有人做过的惊天决定。因为福建街机是大摇杆方档排列的键位，担心 KYO 不太适应浙江那边的机器，直接买了一个真的街机，定制双方都适应的摇杆和按键排布，然后邮寄到浙江去进行开枪。很多人对 KYO 刮目相看，不仅敢于面对任何威胁以及挑战，而且直接把准备做到极致。可以看出 KYO 是多么认真地对待这一场对决。然而吴志辉这边呢，也许是觉得输了身败名裂，代价太大，而 KYO 肯定是想开这一枪的。谁愿意一直躲在幕后当替身呢？自己本来就有这个实力，那就应该为了支持自己的人，更为了自己证明一下，去开这一枪。吴志辉看到 KYO 的决心和勇气后，告诉中间人，算了，不开枪了。由于这一次狠狠地吊了大家的胃口，最终又没有打成，大家都在狂喷吴志辉。吴志辉出来发了一个帖子，表示因为种种原因，他和 KYO 的线下开枪取消了，但他决定在线上和 KYO 开枪1000。其实这很像吴志辉的一个策略啊，因为街机如果输给 KYO， 那就是线上线下满盘皆输，还会让自己的赞助输掉一大笔钱。KYO 彻底登上了第1人的宝座，而就在线上来一枪，可以保住自己的街机名声。第二，线上比赛也不一定输，虽然 KYO 自复出以来整体是占据优势的，但是吴志辉也赢得不少，大概是3.5对6.5左右的胜负比，还是有一定机会赢的。而且这样也可以堵住网上的悠悠众口，也是用这1000块钱解决了这个开枪危机，值了。后面果然两人开始了网上的1000元枪战，结果并没有任何奇迹发生。KYO 波澜不惊的稳稳地拿下了吴志辉，赢得了枪战的胜利。然后 KYO 有惊无险地登上了第1人的宝座，进而开始统治拳皇97了吗？如果你是这么想的，那只能说你太小看吴志辉和其他的一众高手了。KYO 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1步，有一大波新的考验已经蓄势待发，等待着 KYO 了。这不，吴志辉和叶枫合力打造的一部大戏马上就要上演了。